重建界限不是拒绝，而是健康。婚姻里的划线不是划清界限，而是靠近的起点。他说，你可以不要每次都这样吗？他说，我就是受不了你每次都不讲清楚。那天晚上他们又吵架了，吵的是一件小事。他看见他回讯息的语气太冷，问了几句，他不耐烦地回，就工作而已，有什么好问的？他一瞬间感到胸口一紧，情绪就爆发了。你对你同事都有耐心，对我就这样。他也忍不住了。你要掌控我到什么程度？我是你老公，不是你员工。那晚他睡沙发，他在房间里哭，两人都觉得很委屈，却都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故事到这里，你也许会想，不就一点误会吗？为什么要吵成这样？但仔细看，他们之间缺少的不只是沟通，而是一件更深的东西——界限。你以为越亲就应该没有界限吗？我们从小被教导，亲密的人之间没有隔阂，没有防备，最好是什么都能分享，全然透明。于是很多夫妻一结婚就期待你要全心为我着想，不能有秘密，不能保留，不需要界限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真正健康的关系反而是界限清楚的关系？你看，马路上如果没有红绿灯，会发生什么事？没有界限不是自由，而是混乱、冲突，甚至毁坏。婚姻也一样，界限不是隔离，而是让爱有安全感的结构。就像心脏和肺有清楚分工，一起运作才能活。你和你的伴侣也要有清楚的界限，才能共同呼吸，而不是彼此压迫。现代婚姻最容易混淆的3种界限：一、情绪界限，我可以同理你，但你的情绪不是我的责任。有位太太说，她先生每天下班回家都像炸弹，动不动就不讲话或生闷气。她说，我好像成了他的垃圾桶，他今天情绪好坏，决定我全家的气氛。但他又觉得他压力大，我要体谅他。问题是他这样体谅了5年，自己却越来越喘不过气来。这就是情绪界限失衡的状况。健康的情绪界限是，我愿意理解你的低潮，但我不承担你的全部情绪。一段亲密关系里，如果每次都是一方情绪失控，另一方来补位，久了就会变成一种情绪勒索。你可以悲伤，但不能要求对方永远来救你。你可以有情绪，但不能让情绪成为操控对方的武器。爱不是让对方吞下你的情绪，而是让彼此都能坦然表达，共同承担。2、空间界限，我选择靠近你，不代表我没有自己。有对夫妻结婚前，男方很体贴，婚后却变得黏人又控制。太太说，我只是想去跟姐妹喝杯咖啡，他就问我去干嘛，几点回来，跟谁。先生却说，我们都结婚了，还要分彼此，你还要有自己的空间。问题在于，他以为亲密就是完全合一，但实际上，婚姻不是吞掉对方，而是携手前行。界限清楚的夫妻是我爱你，也爱我自己，不是我要你属于我到一点空间都没有。真正成熟的爱，是允许对方拥有自己的时间、情绪、兴趣，甚至观点。没有空间就不会有成长，没有成长就只会有窒息。3、责任界限，
我尊重你，但我不替你承担应该由你负的责任。有位先生每次财务出状况，太太都会帮他还债，跟银行谈条件，10年来累积了不少压力与怨气。他说，我以为这是支持，后来才发现我是在让他继续逃避责任。这不是爱不爱的问题，而是你帮对方做了他自己应该负的责任，反而让他失去成长的机会。夫妻之间可以互相帮助，但帮助不是代替。当你界限不清地替他承担一切，你其实不是在爱他，而是在剥夺他学会负责的机会。为什么我们那么怕划界限？说白了，我们怕被误会为冷漠，怕对方说我们不爱了，怕冲突，怕关系变差。但真相是，界限不是划清楚我不管你，而是告诉对方，我希望我们可以健康地靠近。一位婚姻辅导老师说过，划界限的人不是不爱，而是愿意为了更好的爱，勇敢划线。举个例子，你晚上需要早睡，他却总是10点才想聊心事，你鼓起勇气说，我真的需要11点前睡觉，我们可不可以调整时间？这不是拒绝亲密，而是让你在有余裕的状态下更好的聆听。或者当你说，我需要半天的独处时间，不是因为我不想跟你在一起，而是我整理好自己，会更想靠近你。这些才是成熟的爱。界限其实让婚姻更靠近。有一对常吵架的夫妻，太太因为想要改变先生，每天跟他开导1小时，分析他的个性，他原生家庭，他该怎么做。先生一开始忍，后来爆炸说，你就是想控制我，不是爱我。这对夫妻后来学会了一件事，他画出我不想改变你，我想学着聆听你的界限。他画出我愿意告诉你我真正的感受的界限。反而他们的对话开始变得深度有爱。很多人以为界限是划开，其实界限是为了明确，我不侵犯你，你也不淹没我。我们在界限内自由靠近。当两人都知道彼此的底线在哪里，需求是什么，责任属于谁，反而更有空间去爱得安心。节育、界限是一种温柔的保护。婚姻里最深的靠近，从来不是我们变成一个人，而是我清楚我是谁，你清楚你是谁，我们选择以爱彼此连结。当你画出界限，不是把对方推开，而是说，我想好好的、长久的跟你走下去，但前提是我们都可以健康的存在。界限不是拒绝，而是邀请，是说我尊重你，也邀请你尊重我。愿我们的婚姻不再用控制维系，而是用清楚的界限、成熟的选择，建立起更深的信任。